两个男人啊，今天跟我的朋友，我们在菜场门口。他现在3岁4个月，生活在上海，生活成本高吗？小孩子？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，他的生活成本还是很高，因为我们没有给他说买很多的玩具啊、衣服啊。要上个什么补习班啊、培训班啊？培训班嘛，一年也就给游泳贵一点的，2万多，大概80节课。一年80节课2万多游泳？不算实现。在什么环境下有？它是环境确实比较好的，包括冬天的暖气，水温，室内游泳池水温也很好，然后有教练教，然后我们可以下去游泳，下去陪，然后等到他年纪大一点，到5、6岁的时候，他比较能够去 follow 老师的这种要求的时候，就可以让他自己一个人上学。是多少个小孩啊？在一个最多5个，是一条泳道的。一条泳道，一个游泳池里面的一条泳道给小朋友没有，不是一个游泳池，大概3米宽6米长这样子。才3米宽6米长，那对小朋友来说已经很长了呀。他一趟都游不完，相当于就是一次是2节课，一次1节课，一次就1节课。一个课时45分钟，300左右，对，300不到一点。之前学橄榄球，一年买来90几个课程，也要但一次要2节课。一次就都是600，哎呦，这个小朋友这个厉害，他这个才刚刚开始。没有，我们其实从2个月开始有的，2个月，他2个月的时候开始有的，所以一共是充了大概4万多，5万不到。进风啊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他最大的开销就这个了。他就游泳是吗？他只有游泳啊，他没有别的，我没有给他报其他的。那你们同龄的其他小孩？什么小孩也没有啊，可能有些我知道有一个小朋友，游泳、画画，运动那种花杆的那种室内运动，就是老师带的他跑跳啊、球类运动啊。OK， 体育运动大概。学习类要吗？学习类才是。学习这种都是2万多一年。2万多就一个课包吧，它不限你时间，就是你比方说你1年走2年，基本上也用完了。然后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，就是因为让他去游一次，也给他放电嘛。他回来以后好睡觉呀。我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睡觉的问题啊。我们所有的导向都是要让他睡觉。自己弄在马来西亚学是不要钱。学习这一块，其实相对来说，我们现在都是自己教。那我们不会教他很多书本上的知识，所以更多的就是说书是让他自己看，然后故事呢我们会给他讲，他自己现在也会给我们讲1、2本。对。然后英语呢，基本上字母啊。他认识 and 了，is 也认识，对，所以以拓展兴趣为主，对，拓展他的兴趣为主。很小的，我们是5岁开始学英语，那现在刚刚上幼儿园，你会担心他未来上小学以后，就是正式开始学习以后这种压力？我可能现在不会太担心，因为首先呢，他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教育环境是不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大家都会接受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层的基础教育，因为你在上海不会太担心这个问题。对，包括关键的东西，校园霸凌啊，这种概率相对来说会小一点，但是不排除。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在他的性格上面去塑造他，不怕事情，能够自力更生，能够自己去做一些家务，能够自己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，告诉老师。价值观，对价值观这种内心的这种性格的这种塑造会多一点。但书本上的教育，我现在是并没有很担心，因为这个东西等到他们高考的时候，一年才多少人？我们高考有1000多万人，他们2000万人，他们高考才800万，他们高考才1000万，你算上去年复读的人，估计可能也就1200万。但你看跟我同龄的人，小孩差不多都是小学快要念完了，到初中这样子，他们小孩子的压力在我看起来是很恐怖的。对，我现在我也看到了，就是因为我姐姐的小孩现在2年级，他们1学期的课基本上2、3个月就教完。那在干嘛？剩余的时间都是在做卷子，都在刷题。2岁小朋友在刷题了，我跟你讲。2年级小朋友？2年级对，2年级小朋友在刷题啊。刷到多晚呢？是什么样的一个？就是还在哪里读？在老家，在宁波读。
宁波是特别好的那种重点小学，也不算特别好的重点小学，反正现在基本上我发现就是江浙沪的小朋友基本上都会这样，都这样。是以鸡娃出名的小学吗？是，也不是啊。那他压力有多大呢？平时比方说晚上4点钟能睡觉？那这个我倒没细问，周末基本上他们差不多9点到10点左右睡觉，但是也还是有一些玩的空间的，就是玩的时间还是有，毕竟才2年级，对，玩的时间还是有一点。如果说实在不玩的话，也确实有点太可怜了。我以前一个同事，他小孩应该是5年级，对，他在普陀区一个比较鸡的一个学校，比较压力大的，从小就是，他给我看，他说父母也都完全就很紧张，完全没有时间，比上班还要累。他发他的课表给我看，只是周末2天的安排啊。礼拜六我看他从早上6、7点起来到晚上10点、11点，基本上是排满10几样东西，没有一个停。兴趣，什么运动，然后包括甚至都是作业，什么英语叫2000题，数学刷什么卷什么题，全部排满。这是礼拜六啊，而且都是以学校布置的为主。对，为什么礼拜天也是排满？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年纪，就在我的小朋友这个年纪，会更多的去培养他整体的这种底层的这种逻辑。就为什么？比方说这个是开水，你为什么不能喝？我可能会引导他，我拿个玻璃杯给他，倒满开水，玻璃杯让他摸一下，烫不烫？烫。那你以后可以碰吗？不要碰，对不对？因为会烫伤你。我会告诉他这些逻辑。那为什么水会烫？烧的呀。就是把这些底层的逻辑告诉他以后，他会有一种探知欲，就是会去想，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他如果说有了这种想法的话，他自然而然会在学习的时候，他会更深层次的去理解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，而不是说我纯粹的去刷题记住答案。这个是对的。但等到从小学开始以后，这个压力不是来自于你，也不是由你来布置，就是你只是承接了。老师现在都是对这个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是怎么想的呢？现在小学生好多的，未来小学生不问的。你今天老师总要吃饭吧？你不可能把老师裁了吧？好，然后就注定考虑。那我这个想法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说，一定要他。我们其实现在想法很简单，你开开心心有一个童年，健健康康的长大就行了。你长到6、7岁，然后你觉得你要去刷题 ，OK， 我没有问题。就像这样的啊，没人喜欢这样的。没有。那你们俩还年轻，会再养一个吗？我觉得不太会。强行绕到我想跟你聊的话题。我觉得不太会。为什么？这个太磨人了，就不睡觉这件事情。你不是觉得养小孩成本还好吗？未来又会学习压力也不大吗？成本是一回事情，但是我的快乐被剥夺了呀。我们俩的快乐被剥夺了。因为你们是自己养的，对吧？对，父母带的这一块，这个在上海是比较少的。对，其实相对来说，他晚上睡觉，基本上等他睡着9点半。这2天睡得早，可能9点一刻他能睡着。但是他下午可以只睡半个小时。等于说他整个人其实很累。他按照正常来说，他这个年龄的小朋友应该对11个到12个小时。不，他只有10个半小时。是。他只有10个半小时。算下来他只有10个半小时，因为9点多睡着嘛，第二天早上7点钟起来了呀。是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中间的娱乐时间就是他睡着了以后的9点半开始。那我家务做一做到10点，然后到12点钟睡觉。你其他时间要么在他身上，要么在工作里面，没有时间娱乐的。那我日子要过的呀，我这样有娱乐的呀。时间问题。对啊，不是经济问题。时间问题是最大的经济问题，因为时间会产生经济。影响到赚钱了。对啊。那你比方说，下雨天，妈妈又不方便接，对吧？但小朋友要有人接，那我只能3点半从公司出来去接他。那基本上，那我不是一天都废了吗？3点钟从3点一刻从公司出来，那就废了呀，一个下午。这个倒是。所以说，像国外大家都2个或者更多的小孩，他们是怎么处理？国外的小孩，我们不管看美剧也好，看电视也好，首先他们是独门独户的。整体来说，你也不担心，就是说，虽然说社会治安没有中国好，但是你也不担心他，就是说在外面有点事情，因为邻居相对来说人数少，它不像我们一栋楼里面可能就有10几户。那如果说小孩多的话，那可能就会有
4个5个。他们也有住康斗。对啊，那住康斗的话也没有很多人。他康斗也就一栋啊，你这个小区里面有多少小朋友？你算一下。你就拿这个小区啊，这小区里面有多少小朋友？你担心有安全问题？安全问题，现在的人贩子还是蛮精的，也会有担心。我是有看到过这种短视频啊，就他会假扮成人贩子来教你。他说啊，可能要把小朋友或者跟老人说个话，就把小朋友给骗走。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是蛮惊讶的，因为我认为现在挺安全的。说实话，相对来说大面上还是蛮安全的，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，因为只有一次机会啊。对于你来说就是守成的关系啊，你不怕他进攻100次啊，但你就怕失败1次啊。那你身边有听说过吗？没有，但是前2年的话视频也挺多。我也看到视频，但我也没听说过，所以我认为说不是那么多。都是刚判了嘛？昨天那个叫李那个人贩子是判了死刑，在贵州判。那也说明，就是在这种安全问题差不多或者得到改善的情况下，大家还是很当心小孩。你刚才那个点讲的挺好，就是大家对小孩的这种关注度提升，对吧？对的，关注度给了更多的 attention。对，肯定是给了更多的 attention，因为只有一个，大部分家庭是只有一个的。当你整个社会大部分只有一个的时候，2胎、3胎小朋友就是少数，所以他会觉得我吃亏了。所以大家整体的观念是：你想要个小朋友，你想要个弟弟妹妹吗？我不要，为什么？弟弟妹妹会抢我玩具，会抢走我原来该有的东西。但从一个比较刁钻的角度，人类进化也好，或者说整个文明的提升也好，其实多个小朋友对于整个小朋友的团体的提升是会更大的。它并没有，因为你给小朋友越多的天使，他只会去交换。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从来不去扶他的，你摔倒了你就自己站起来，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一样。但是只要每次去过爷爷奶奶家、外公外婆家，回来总是要作的。这样说，我有点同意你的说法。我刚才不同意，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多，如果你很在乎的小孩的情况下，你付出的总体精力还是会成倍的上升嘛。那我现在同意呢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有道理。就如果小孩多呢，家长的心态会变了，他不会这么的在意，对吧？这样讲了，如果还有老人的话，他也不会说所有的人精力都放到一个小孩身上，对，成倍加倍的去关注。这就导致我们像很多家长给他更多的学习啊、补课啊，对他提出很高的期望。他更多的学习补课，是因为他周边其他的小朋友也在这么做。我如果不这么做，就跟赶超理论是一样的呀。你同质化就保持优先者的那个嘛，同质化就保持优先者的领先嘛。那是不是也是因为大家都只有一个小孩，所以对精力灌注的都很多？我担心他未来的失败。其实很多家长他会觉得，我经历过的挫折不是让他去经历，是出发点是。我不希望他经历过我的失败，而是他更能够更比我做得更好。但是实际上，他的生活不是你的，他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，不需要你去帮他做决定。你越早的去帮他做决定，反而影响的是他未来做决定的能力。就现在我们包括我告诉他，我说你睡觉之前啊，你要先上厕所还是要先喝水？他说我想先喝水。好，那你去喝，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让他做决定的话，对，让他做决定。好，你要爸爸还是要妈妈？啊，我要妈妈。哎，今天我要爸爸，对吧？让他自己去做决定。那你看我们这一代也是独生的嘛，我们为什么没有被父母灌输更多的？因为我那个时候的关注，我知道啊，我的父母因为那时候都是医生嘛，其实基本上没有时间来管我。对，您说过的，我一个人跟着妈妈上了救护车就走了，是吧？去救人了。那个实在没办法，他2-3点钟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家里面，对吧？如果说一个人就会关注更多的关注啊，我们来验证这个说法的准确性，对吧？我们这一代开始就应该内卷。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有被关注，像我们小时候一直在说，因为我们这一代，但是没有那么厉害。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那么厉害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最关键的一次事情是90几年的下岗潮。因为下岗潮给我们的父母带来了危机感，所以他希望我们不要变成那个样子。这个讲特别好，我妈就是那时候下岗，对吧？因为你那个时候下岗了，然后父母觉得，哎，你以后要比我好。
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因为当时做经济的但是赶国转型，他也没有那么好的经济基础，因为他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，他没有独立的去分析过这样的一些事情，所以他的事情就是随大流。当第一个提出来，我小孩子要补课的时候，其他家长就会跟风，就好像，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就是之前美国跟澳大利亚的帆船比赛，就是在终点的时候，美国队还领先澳大利亚队3海里。我不知道距离多少，总之是挺多的样子，反正还挺多的，对吧？那么，当时呢是美国队好久没得过冠军，是上澳大利亚，但是那一次就很有希望，就美国队能夺冠，对吧？结果呢来了一阵风，那么风呢分正风和旋风2种，对吧？那么正风呢要调帆，旋风不用调帆。好的。那么美国队选择了船长觉得那是阵正风，他需要去调帆，对吧？那后面澳大利亚队没有调帆，结果澳大利亚队赶超了。那这个理论就是他们说的，就是说你保持同质化，你当时的船长你不需要去看风，你只要看澳大利亚，对吧？澳大利亚调帆了，你也调，那至少大家速度是一样的，你不会丢失，你不会丢失你的领先地位，对吧？那就是一样的道理。第一个家长提出来说我要给孩子补课的时候，那就是其他家长都在看这个家长，你孩子补课了，我孩子也要补，所以就是这么来的，补课风就是这么来的。一样的呀，我们当时研究医院的时候也是啊，你为什么一个小毛病，一个感冒，一个发烧，你要去大医院看，大医院医生好，大家都说那个大医院医生好，所以老百姓一点小毛病就跑到大医院去啊，所以才搞分级诊疗啊。你下面社区医院能看的东西你不去看，你非得挤到大医院跟人家危重病人去抢资源干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医生好吗？那下面的社区医院你照样看，医生没办法得到培养，资源又浪费，但他还是一样能够看你的毛病啊，还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。那个案例是，澳大利亚队他没有调帆，所以他就赶超了。那你不是跟领先的人保持不一样的动作，你还有可能赶超吗？如果你一样的话，就是说，不，从两个角度出发，你是落后的一方，跟领先的人保持不一样，你有可能会成功。对。但如果是领先的人跟后面的人保持一样的动作，他永远领先。对呀，对吧？那怎么会导致大家都去？那我第一个小朋友说我去补课了，那后面的小朋友我应该不补课，我才有可能赶超他呀。那不是，那后面的小朋友会觉得我要跟你一样，因为他后面的小朋友不是落后的那一方，他后面的小朋友有可能是成绩比你好的，有可能第一个父母提出来说，我是真的需要补课，那你后面要提出来补课的人是家长担心，这个小朋友开始补课了，他会不会以后成绩超过我，然后我去？Anyway， 这个 analogy 还是值得思考的。对但是你这么说呢，确实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个代的那些70后、70初，还有我们的父母这一代，确实得到了更多的关注。然后现在又愈演愈烈了，那可能就是一个趋势是这样子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体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问题，我也觉得是。让我猜一下，就是说社会大家的不确定性、担心会变得更高了。No。不是不确定性和担心会越多了，就是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清楚，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这个社会会就是说大家的财富会越来越，因为现在你能够想象得到，我们现在是70多年，快要80周年的一个政府，基本上未来我觉得还是会越来越好，肯定是会越来越好，因为这个我保留啊，因为我慢慢会觉得历史不一定是前进。那现在就看波兰被端了，对吧？那么你说，大家不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和担心，那么是基于什么？是你刚刚讲的整个自己作的，自己作的怎么说？自己作的，自己作难道不会自我纠正吗？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做？就好像我刚刚提到那个，一个头疼脑热的，为什么要去大医院？为什么一定要去三甲挂个诊断？那我觉得是因为诊所不普及，基层的医疗几乎没有。不，其实我跟你讲，现在尤其在上海，那基层医疗其实是很方便的，只要你是白天。我现在带小朋友2次抽血，8点钟到医院抽完血，8点半上幼儿园，很方便的，而且我报告都已经拿好了。这些社区的医院，你家庭，你美国不要想了 ，OK， 还是你美国就不要想了。对吧？你预约个抽血都要1个月，对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大家要去大医院？因为他觉得
我去大医院好，大医院一定不会有错。没有社会信任吗？觉得他的对，可能是前2年的社会信任的缺失。就像我们，这是只是前2年吗？那我指的前2年是 decade。我讲回来，就是说，你觉得教育另外一头，就相当于被推的这一头，是因为给个体的一个小孩的关注度变大了，还有一种力量在拉，这个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缺乏，导致大家会去追好的资源，是吧？对，会去追好的。还有什么原因吗？还有嘛，就是作的是吧？这你讲的，这真的是你认为是作？我觉得那你能对抗这种作吗？假如说你不作，你可以做到跟别人不同，那这个就看小朋友自己了呀。你觉得看什么？我就看家长，我做不到，所以我们这里我这么跟你说，还得是他，就我们自己都是9年制义务教育加高中3年过来的，自己考过高考的，你心里面清楚的。他如果想学，终归学得进；他如果真不想学，你把他钉在那里，把他关在牢里面，他也学不进的。那他的社会未来会有出路吗？就说 OK， 我们同意大家，我们同意家长放松佛系，对吧？比方说像我不是说佛系，而是说你应该正确的去引导他的学习方式，因为真正影响他的学习的成功，或者说他的人生的成功，是他决定力、创造力和学习的啊，这我同意啊。跟这个有关系。而且呢，我讲的是态度，我们把它放一边。那结论就是不爱学习，他也没学好，对吧？那我们把他的态度、价值观都培养得很好，你觉得他在社会上会赚到钱养活自己？这是不是我培养我们小孩？那我们讲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观点，为什么当时比较远了，应该是比较远，因为我当时去英国留学，我发现后厨有很多，哪怕说是偷渡过去的也好，或者说有一定身份留下来自己打工的也好，他在厨房干1个月，差不多人民币也有8、9千，是，对吧？而且还要再加上他，如果说你有身份的话，还拿英国的免费医疗，还拿到廉租房的资格，对吧？有房有车有住。其实你讲的是在美国，在美国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小朋友，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小孩，他长大了以后，他可能在超市做收银员，但他也能养活自己。但我这些讲的都是国外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跟国外接近吗？你没有发现我们的现在的思维，我们的经济体系越来越跟国外相似了，唯一不变的就是2手抓2手都要硬，对吧？宏观调控它没有变，但是宏观调控它不会看见你这些人。难道你觉得上面他们会看着这批劳动力失业，我天天养着你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但是这个他可能生活过得不好他可能，但是现在温饱基本上扶贫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。中国的扶贫这个问题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没有人会饿死的。你饿死一个人，我今天我真要饿死，我跑到派出所门口说，叔叔，我实在饿死了，你给我一碗饭吃行不行？他敢让你在那边饿死？所以你就觉得各种因素，光讲政治或者未来经济的发展，对吧？大家也不用太值得担心。所以未来小孩，他们即便不好好学习，或者说学习成绩不好，也并不会太值得让人担心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？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追赶阶段，就像我前面说的，我们要保持差异化，我们才有去胜。那现在家长给小孩这么大的压力，学校给不单单是家长，每一个家长、每一个学校都给小朋友这么大压力，对吧？那你觉得是给压力的多，还是不给压力的多？那普遍来说，我觉得是这样的老师不敢不给压力。为什么老师也不敢？因为不敢。我朋友幼儿园，他们有一个老师，他们有一个家长，前3个星期只去老师那边闹，你们为什么不教这个？为什么不教那个？你们为什么不教英语？你们是一个私立的幼儿园要2万块钱1个月的，有外教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好好教英语？然后有老师压力来自于家长，这其实是跟医生一样的。你为什么不给我开刀？你为什么不给我用这个药？你为什么不给？因为不给你开刀，不给你用药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我得在合适的时间，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。我觉得专业人士是不担心的，但是实际上真正给压力的是家长。然后你再去看家委会家委会会给老师、给学校很多的压力。
那么回到这个头上，家长为什么担心？还是因为就你讲的作的了啊？因为看到你这样子，我也要这样子吧？那你为什么觉得未来家长就不会作呢？因为上辈也是作的呢？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没有作呀。我们现在你不少数吗？你不是少数人吗？那对啊，那是因为你在，那我们是少数对吧？那我们是少数，那万一少数里面有成功的呢？是有吧？那其实更多的还是看小朋友他自己愿不愿意去学，因为你要培养他的一个学习能力和他愿意去学习。你小年纪就厌学了，你说他到了小学3年级，他说我试卷做腻了，你再让他去上学，他肯上吗？他不肯上。你是跟现在牛马一样的呀，你每天996，你997好了，谁干？不是说家里真的有事情的人谁干？我再跟你讲一个事情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做城市的保洁的，未来还能请得到人吗？谁还愿意？你大冷天，你有没有3、4点钟起来，穿着一条薄裤子去接水龙头里的水？这是外水龙头里的水。这个是想说明什么问题？这个活很复杂，对吧？未来也不一定有人去做的，但是这个事情必须得有人做。你要么大家自发的去做，要么就找人来做，找人来做，那未来也是大家的。要么你就找机器人来做，机器人能把全部的活都包揽掉吗？不一定。你说环境的治理，这个环境不可能丢的。我觉得反正这是个好事情啊。就比如说，你可以选择更加的，我还是用佛系这个字啊。反正就是说，你对小孩不是那种，至少是不激的，对吧？你可以选择并且保持，那它就是一个对你来说是好的现象。就看你能不能保持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这样的，就是也开始慢慢开始凶他了，开始说他了，因为早晨墨迹嘛。那么对于早晨墨迹这件事情上面，我跟他妈妈的态度一直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给我墨迹，你好好的该吃饭吃饭，该刷牙刷牙。我们男女混双也打了，对吧？该打，该骂，该说。这不是鸡，这是管理吧？其实不是鸡，你能保证？因为我们可以过几年再来验证一下，看你心态有没有变化。可能心态有变化，我不保证。众人皆醉你独醒，那当然是好事情，对吧？对未来乐观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我觉得是好事情，那就很好，那就没什么值得担心的。这样就好。我过两天再去采访一个把小孩已经养大的，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，然后来交叉一下，你觉得你要查了2下，你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？PPT 是吧？有一只猫。上面是个5斤只猫，这里亮的是什么？你在菜场门口，这个叫什么？吃饭团。以前是圆团，对吧？是一个球。现在呢，慢慢变成这样，应该更好吃一点，然后装的料也会更多一点，对的，时尚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去一个菜场里的咖啡馆，他从来没去过，我以前拍过的，叫娜娜咖啡。这里其实很有意思，这个舞厅叫星梦舞厅，有很多中老年人来跳舞，都非常非常便宜，好像10块钱。这边的人唱跳，对的，在这里没想到吧？是不是很破烂？这个是不是感觉很破烂？那也感觉会有比较神秘一点。对的，但是里面特别有趣。带你去，你看这里。